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免疫静默啊，这个词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少接触到的啊，我们更多的时候会把它解释成什么呢？解释成它可能就是状态不好。他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病得比较这个严重，所以人没精神，甚至不能够以这个比如说量一量体温这样的方式来判定他是不是病得严重了。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指标我们应该去关注它呢？好的，就是人的这个生命的状态，第一个指标就是生命体征，就是呼吸、体温、心率还有脉搏，然后就是这些呢，就是还有血压，然后呢，就是这些生命体征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就是让老人安静休息15分钟后，胸口的起伏就是他的呼吸频率。一般的每分钟呼吸频率呢，不能超过这个30次，一般都是20到25次之间，超过25次可能就是呼吸频率快了，可能这个时候他就缺氧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判断他缺氧呢？第二呢，就是家里边备一个止氧的一个饱和仪，就是血氧夹，就是看看这个人的是不是在90以上。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最好是安静状态下是要在90以上。如果低于90了，马上要去医院去就诊。这是第二个情况。还一个呢，就是除了生命体征以外，看到这个人的意识状态，就是如果这个人已经出现了一个意识衰退，或者说叫不醒，或者是意识模糊、说胡话、谵妄，这些情况都需要马上的去就医，这个都是我们来判断的。您刚刚提到这个血氧仪这个工具哈，其实它是非常实用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比较小巧的一个装备哈。那您刚刚还提到了，就是还有一些信号，比如说食欲的下降、不想吃饭、不想喝水等等。那它本身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不怎么吃喝的人，他免疫力也容易进一步的低下，那它和病情之间会不会相互的促进恶化？是的，当然会的。就是首先感染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重症的感染的人群，他如果说是感染时间超过2周的话，他的体重BMI 指数都会明显的一个下降，他体内的一个白蛋白的水平也会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去补充营养。那对于一些重症的患者，他如果说他没有身体的一些基础，也就是说过于瘦，这种 BMI 过低的人，就是他相当于没有准备的一个仗，就是他打的这种没有后勤补给的仗。对于你身体比较壮实的人，他属于有一定后勤补给的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倡导这个患者呢，就是中老年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充足的营养水平，来抵抗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风险。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连锁反应啊，就是生病的状态导致人不想吃东西啊，但是不吃东西其实进一步促使他的免疫功能进一步的去下降，那也就会进一步让这个病情变得更加的严重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家属朋友们啊，要去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注意它，不仅仅是去关注体温啊，同时呢要注意刚刚我们岳医生提到的这种静默的一些信号啊。那这个时候啊，您觉得有多长时间的一个窗口期是留给我们的家属去送我们的患者去就医呢？明白，就是对于一些就是容易发生感染的人群来讲，它的窗口期其实是非常短的。尤其刚才我提到这个免疫静默状态，如果说你已经发现有点蔫了，或者说是意识状态，其他的意识状态不好，或者是食欲的一个断崖性的下降，刚刚提到那些信号，那这个时候必须在几个小时内马上送医，它的时间窗口可能也就在24到48小时间，它可能就会发展成一个很快的一个白肺。那这个时间是给的非常短的。那如果说是没有刚才那些状态如果说是简单发烧的人，那可能他从有呼吸道症状咳嗽咳痰发展到白肺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常提到的就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发展到这个时间呢，他可能需要的是1周或者是2周的时间。但是免疫静默的人，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种比较重症的人，没有发烧，反而是先出现意识等等这些人，他的时间就会非常的短，他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或者是24到48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具体状态就因人而异了。那以您的这个专业的视角上哈，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子女们啊，送出一个专业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送医时机上到底怎么样来把控它？
明白，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因为它进展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不要有那种侥幸心理，我再观察观察他的意识能不能恢复，或者说今天晚上可能睡一觉就好了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延误这个治疗。这种不对劲，就刚才我提到的是这种情况，比如说没有精神头，食欲突然差，呼吸频率快这种，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送医，这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不要擅自的去这个信一些这个治疗，或者说自己采取一些治疗，认为自己有一个简单的诊断，认为他可能意识不好，他可能是老毛病了，或者是他可能是血压不稳定等等之类的，来擅自增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治疗，然后再等待一个结果，这个也是错误的。所以这种侥幸的心理是一定要去把它取缔掉的啊。